OK， 大家晚安，我是烂手人设计师鸡米。有没有就是第一眼见一些人他很惊艳，但是你可能过了这个 party， 很快你就忘了他是谁，你也甚至在路上都认不出他。但有一些人，他虽然没那么起眼，没那么吸睛，但是他越看越顺眼，越相处越有味道。今天这只表就是那种看似平凡却很上瘾的存在，它就是 Hamilton 的 Khaki Field 38mm。OK， 那这只表呢，其实我拥有它已经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每次经过 Hamilton 的柜上，我还是会特别绕过去看一看，他们最近有没有出什么新的颜色啊？有没有什么新的表带啊？到底为什么一个这么简单的手表，这么多人推？只要讲到军表，没有人不讨论到它。它不炫目，不讨好，特别有温度，就像那种我们看过的1战2战的老照片，战场的老兵静静坐在角落抽烟的那种感觉，没有多余的话，但是感觉历练感超级足够。这一只表的设计从1战2战走到现在，它的外形几乎都没有变过。我认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上面的浪漫，也代表它没有退出流行，因为它根本就超越了流行。那我最喜欢这只表呢，当然无非它阿拉伯数字，外圈的12小时，字体清晰舒服，内圈的24小时，排列整齐，干干净净，就像老师在教室里面写的粉笔字，那种干净的老师写的干净的粉笔字，真的会让人觉得抄起笔记来都特别的顺心。再配上红色的这个箭头秒针，每转一圈都有一种战地的节奏感。有的时候我会盯着这个红色的指头这样子转，就这样默默的发呆，让自己的心情归零一下。OK， 那再来它的机芯用的是大名鼎鼎的 H10 机芯，那这个机芯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动力储存还到80个小时，基本上假如你2-3天才想起这只表的话，你再拿起来戴，它还是会继续的走。那表盘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1到12点的这个外圈的时针上面，这个刻度上面它用的是唱片纹。当然有些人他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在阳光下可以多了一种把光打散的效果，看起来不会这么的反光。那你会看到这只表之后会觉得说，原来野战表可以这么的有气质吗？多了抛光的这个外圈法丝纹的这个表壳，这样子搭配起来好像又多了一点点时尚贵气的氛围。好啦，我觉得如果你们也在找一只就是每天都能够佩戴穿牛仔裤、穿衬衫都可以用的话，那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听下去，因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支被军事迷设计师、各个收藏家都被推为这个浪漫战地代表作的 Hamilton Khaki Field 38mm。对，如果喜欢这种边讲表边讲生活的内容，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小频道，开个小铃铛，追踪一下，留个言，希望我能够陪你们一起用每一只表去理解时间、设计、美的味道。OK， 你们知道吗？当我在看这一只表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面每次大概都浮现的画面就是1战的战场上，泥巴、枪声、爆炸声，士兵灰头土脸，抬起手腕快速瞄一眼时间，然后转身翻过堡垒对外面开了一枪。我觉得那一秒它根本就不是浪漫，是那种最恐怖的人的生与死的时刻。而那个时候的手表它当然完全不是配件，是一个生存工具，而 Hamilton 就在那个年代为美军制作出最可靠的野战表之一，没有奢华，没有品牌语言，就是单纯的清楚准确，让你能够活久一点。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铁路体系为了精准的对时，已经要求到了分秒必争，而 Hamilton 靠着铁路怀表起家，被称为 The Watch of Railway Accuracy， 就是为了这个铁道的精确性而存在的这个手表。那美军把这种铁道等级的精准度放到战场上，你看现在的 Khaki Field 那种整齐排列的数字，干净有节奏的设计，其实就是在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基因。一直到了2次世界大战， Hamilton 几乎完全停止对民用的生产的供应，转而全心专心的替盟军跟美军的这个野战表、航海计时器做供应。那时候他们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把真正的这个任务执行到底。我觉得这一点很浪漫，因为当一个品牌愿意放下市场，专注在功能，专注在真正的
有意义的历史事件上，我觉得这种精神就被延续在这一只手表里面。所以当我每次戴着这只表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像是能够感受到那个被现代重新翻译过的历史。它不像某一些军表强调粗犷，然后简易维修，可能是什么树脂的表壳，它反而多了一点点精致。在现代的时代来讲，它的线条比例字体，它原来还是都保留着当年的刚刚好的对称，就像是退伍的军人穿上衬衫依然的挺拔，但是它却不再叽里呱啦那么多的话，而是特别的安静。我喜欢这种战地的浪漫，不光是怀旧，也是一种对于那些年代那一些战争那些血腥的过往的一个致敬。我们今天戴表已经不再像50年前80年前是为了打仗，也不再是为了赶火车，而是那一种跳跃的那一种每一秒都很重要的那一种意识，但是每一秒都很重要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只表它不光是一个工具，它更是一种态度。你可以穿西装戴它，你可以出去穿 T 恤戴它，你可以在餐桌上戴它，它就像是一个安静的老朋友，静静的坐在你的面前。那在户外，它又像是一个忠实的伙伴。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浪漫。你们知道吗？我一直觉得 Khaki Field 38mm 这只表，为什么我要特别去强调它很厉害？就是因为它不复杂，而是它把一切设计的刚刚好。它整个美感是来自于那种克制，什么都不多，但是让你一眼知道它的个性。表盘一圈又一圈的这种黑胶纹，让你可能觉得第一次看好像很无聊很平凡，但是当阳光洒下来的时候，这个角度刚刚好，那些细纹会散出一种柔光的那种散景，而且非常清晰的读时，不是镜面的那种高调亮，而是像老照片泛黄的那种温度感。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死黑，而是带点灰的雾黑，有点像老相机的那种机身的喷涂料的那种感觉。OK， 那我觉得12个阿拉伯数字是这只表的一个灵魂啊，很大、很正、很清楚。字形不是现代那种纤细的那种字形，而是有点老派印刷军用风味十足的那种印刷感。那这种功能美，你能想象100年前在战壕里面算着秒数，那些流汗流血的士兵在抬起手的时候，在灰尘汗水之中能够马上一眼就看清楚几点，这个字体就是为那个情况下而设置的。那内圈的24小时则是排得非常的规矩，不是装饰，而是一种秩序。我常常觉得一个懂得排字比例的品牌，它就在设计里面已经有了最基本60分的哲学跟美学。他在告诉你别急，时间有它的节奏。那个红色的这个秒针啊，它有点像是我觉得带了血的那一种深红曲，有一种沉稳的热度，有点像是夜晚地对空的那种机枪打出的那种火光的余烬。这只表真的很懂得什么叫做刚刚好，连红色都拿捏的一点都不张扬，但却在我每次注意到它的时候，它都像在对我眨眼睛。表壳的抛光，当然很多人很争议，觉得说，战术表为什么要做抛光？但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向往和平太久了，没有人希望战争，表也自然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它从喷砂雾面变成了抛光。有人说军表就要雾面，就要低调，就要不反光，但是我觉得，yeah，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尊重。但是我觉得它就算多了一点光泽，它依然很挺拔，依然战术味非常浓厚。我喜欢那个比喻，就是它不光是军事风，而是一种从战场到生活的转战。它能够搭牛仔裤，它很自然也可以搭配衬衫，甚至我穿西装外套来录影，戴这个表，我觉得都不会突兀。虽然我的西装外套大概已经被我丢到不知道哪一个柜子里面去了，我大概已经10年没穿过西装了吧。整只表的比例非常舒服啦，38的表径听起来小，但戴在手上其实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好。那贴手的圆润感让人每天都会很想要佩戴它。厚度只有简单的11mm，
不到非常薄，但是也够薄了，这样的重量也刚刚好，越看越会觉得这只表就像是一个很贴近自己的老朋友，它不会吵，它也不夸张，只要你花时间去相处，它就会慢慢的显现它的魅力。这种我觉得越戴越顺眼的表，其实才是最不好做的设计，因为它不是在堆料堆设计感，而是在于它拿捏不需要多一笔线条的那种境界，这就是这一支 Khaki Field 的魔力。那讲到它的心脏，每一只表当然都有它自己呼吸的方式，你戴在手上你可以感觉到 H10 的机芯，这一颗机芯是稳到让人忘记它的存在，它的database 是来自于 ETA 的 282-2， 那经过了降频重新校正，然后改良设计之后，变成了一颗能够80个小时动力储存的超级机芯。那以前 ETA 多半都是28800正频每小时，那现在它把正频降到21600。那很多人会说，不是越高正频越好吗？我觉得它是一种取舍，因为它反而多了怎么讲更好的动力储能，然后也可以降低磨耗，也可以降低耗能。所以 H10 的整个机芯的走向，其实它是选择了一个稳的路线，它的走针稍微的慢，但是节奏更长更柔和。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老的那个胶片放映机的那种声音，哒哒哒哒，每一下都很诚实。我觉得这只表的机芯设计不但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需求，不再追求速度，而是那个耐力，慢慢走，走得远，慢一点没关系，但是要准要久。我自己大概测过啦，平均日差大概在正6上下。那以这个表的价位来讲，我觉得已经算很稳定了。那更棒的就是它在这个价位里面也给了你透明的底盖，那整个转子的这个声音也让人觉得还蛮疗愈的。那里面这个在它的整个摆陀的 H 跟 Hamilton 上面，你会觉得这个还蛮有它的细节的。我会不自觉的停下来看看它，摇摇它，转转它，看看它这个转的几圈，就那几秒，我会觉得原来的时间它是安静的。这一颗 H10 用雷射校正传统的这个螺丝调校，有人说这让后面的维修可能会不方便，但是我觉得这就代表它出厂就设定得很准。就是怎么讲呢？它是一个生活用的表，你要泡咖啡、开车、出山、出门不是出山啦，开车出门，你要整天拿放大镜在调，干嘛呢？何必呢？而且这颗机芯它耐用度高，你也不用每天上链。那它的价格大约是落在$750，折合台币大概在21000到25000左右，人民币大概在5500元左右。所以你说贵吗？在今天这个智能表满街的世界里，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一只 Apple Watch Ultra 都要多少？1万多还2万吧？对，它的功能取向不一样。但是我比起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我更常戴这些表。你们知道吗？很多人买表为的是地位，但这只表完全不走那个路线，它没有地位可言，它没有炫耀的元素，它也没有让人家一看就认得出来的 logo， 但它就是那种静静的自信，带着历史戴在手上，比任何的 logo 都有力量。有人会说，它就好比是平价版的 Explorer， 但我觉得这样说有点太侮辱它了。因为 Explorer 是一个登山家的就是突破自然极限的一个工具表，而 Khaki Field 是真正在战场上面的伙伴，他所陪伴的是生活里面的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大小战役，甚至到现在是早起赶车、加班熬夜、周末出走那种不炫耀的荣耀，他只是陪你过日子，那一份稳定，我觉得是更难得的。市场上当然有跟它相同的对手，比如说 Tesla 的 PRX 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设计跟风格态度， Seiko 5的 Sport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较张扬一点点的设计，那甚至一些新兴的微品牌，但是 Hamilton 它靠的是他们在历史整个底蕴跟温度，不是在卖功能，而是在卖的是一种精神。你花这个钱不光是买金属买机芯，而是买一段从战场到生活的故事。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它是那一种理性跟浪漫刚好一半一半的那种手表。理性的是你知道它可靠结构好，浪漫就是你戴上它之后会莫名的有那种情感连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只表几十年来都没有下架的原因。
我觉得这只表很特别，它没有很特定的族群，你可以是学生戴它，也可以是老的收藏家，你可以是一个登山客，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是个设计师佩戴它，因为它的气质就是那种谁戴都很合理，即便就算是女生佩戴它，我觉得它也非常的有味道。对于第一次入机械坑的人来讲，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实习老师，他不会让你害怕，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有压力，也不会给你一次太多的功课。他教你什么叫做自动上链，他教你什么是时间的呼吸。当你第一次听到转子微微的摆动声，你会理解啊，原来时间真的是会有声音的。对于设计师，对于艺术家来讲，这一只表是一个比例的练习，如何去拿捏线条的干净、字体的均匀、色调的和谐。带他去开会、画图、旅行，一点都不突兀。它是那种安静但是有故事的存在，就像工作桌上那一支老的钢笔。而对那些喜欢户外的玩家，这只表也够硬派。一旦你只要换了表带，换上了也许是编织带 needle strap， 这只表也可以完全的去呼应你的场景。100米的防水蓝宝石玻璃，超长的动力储能，到山林海边又不会让你看起来像是要去打仗，有一种刚中带柔的性格，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那还有一种人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懂得时间但是不被时间追着跑的人。你知道该忙，但你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慢下来，就是你对于你的生活生命非常有你的掌握的步调的人。你不会赶流行，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很漂亮。那我觉得这只表戴在这样的人手上是特别的顺眼。你知道吗？当我每一次在看这一只表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拥有时间，我们只能跟它共处。Khaki Field 这只表从战场上来，而到今天它也都还在我们的身边。它并不是什么多高级的表，但是它懂得时间的那一种陪伴。它陪伴士兵度过战火，度过那一些炮火轰鸣的夜晚，陪着工兵去埋炸药。也许有看红色警戒或抢救雷恩大兵的人可能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even 现在我们在城市里赶公车、追捷运、喝咖啡、看夕阳，这种活在当下的价值其实都比任何高级材质更稀有。我觉得玩表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是在看时间，而是在学习跟时间共处。每一秒的滴答声它都提醒着我们现在当下正在发生。所以当我看着这只表慢慢走针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无论今天顺不顺，我都要努力的往前走，我都要无所畏惧的往我心之所向继续往前的走。因为不论手表贵或便宜，它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但你在每一次低头看表的那一刻，你其实去留住了一段生活。那是你坐在咖啡厅，或者是你在陪伴夕阳，又或者是月光陪伴着你，那是你人生停下来喘口气的瞬间。时间不会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值得。那如果听到这边觉得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欢迎你们留言，我是烂手人设计师鸡米。那希望你们在戴表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感受好时间给你的那一个味道。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Peace。